吧。对，首先先跟大家坦诚一下我的思路。你看，它其实对组长和组员的加分也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感觉咱们这个组是没有组长的概念的。我就是把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一起，我们群策群力，对，一起整合起来，然后我就是一个信息的服务者和中间商。好坦诚呀！哎，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讲了几个，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由拉布布引申出来，他的创始人王宁说过一句话，叫“快乐未来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么这件事情总结到最后就是2个字：悦己。所谓的情绪经济，我觉得反映在我脑海里第一要义就是年轻人更愿意愉悦自己。因为我的工作极其的饱和，所以我需要拿金钱来买情绪。这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 AI 的情绪服务，可能跟现在的 AI 会男女用，对，结合的比较热一点的话，就是提供这种全天候的陪伴，虚拟陪伴。AI 哦，跟 AI 聊天，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买那个手串。海外电商其实对于这个特别的重视，就是它是真正形成一个文化现象的。水晶是不是？对，水晶手串疗愈水晶，同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悦己，那这个情绪的消费，情绪代偿，我觉得这个在所有的手串当中也是可以需求的，体现了。这是我课上写的一个作业，然后就是写的改娃诗和捏捏。然后因为它还有一个点就是创造了消费，它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我感觉这个点也是我们可以延伸进来的。这个也很好，对。行，那我先想，咱就坐下说吧，咱快点。我喜欢站着。好，没问题。我站着，气儿通。只是我自己想到的哈，因为现在有2部现象级的剧，《长安的荔枝》电视剧跟它的电影，这2部剧导致今年的荔枝销量暴涨。我刚刚查了一下，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截止7月15号，茂名的荔枝迎来了历史级别的大丰收。所以说，荔枝这个事儿卖得很火爆，它背后并不是真的今年大家突然就喜欢吃荔枝了，而是这2部剧背后产生了极大的情绪价值。1300年前的大唐，他们吃到的贡品，我此刻就拿在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方面的吸引力。而且我觉得它有非常明显的可视化的数据作为支撑。那么这个魏魏，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不，就是可以帮大家搞搞数据是 OK， 但是肯定不是专家。其次就是这个现在非常的火，我觉得这个火爆程度不亚于刚刚结束的拉布布。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刚刚联系了2位嘉宾。啊？怎么都联系嘉宾了？不会又是老老师吧？谁呀？雷佳音。我已经联系好了，此时此刻如果同意的话，就可以拉群的那种。哇哦！一个是卖荔枝的公司的经理，一个是北大光华的农学专家。哇哦！如果这个选题能同意，那就可以拉群的那种，非常的快速。OK， 我的分享结束。哎，构成不错，这个嘉宾构成不错。学术加实务，但前提是以荔枝作为这个切入口啊。那我感觉他这个点，我感觉很全面，尤其是2个嘉宾，真的非常的加分。而且你的加入，咱们整个经济的那个思路和框架，属性更强，肯定在学理上是成立的。对，林威是经济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头脑风暴，各个方面的维度，实务经济、文化类。我正好接着你刚刚那个说，子檀，其实你刚刚那个总结来说，应该叫文化 IP 乘以热梗。我们可以以荔枝，因为正在热播嘛，去切入，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那个内容可以去做，然后可以不要一直提荔枝这件事，不然就会被攻击。我觉得拿荔枝做第1轮的引子，对，就是那就是文化 IP， 这个声音太大。文化 IP 乘以热梗，然后引发的消费热潮。因为长安的荔枝它算是一个文化上的 IP， 然后乘以现在我们大家最近都在追的这个事情，那其实我联想到一个类似的，就是玫瑰的故事，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某咖啡品牌联名了玫瑰的故事，然后推出了玫瑰拿铁咖啡，当时在线下那个电视剧播了以后就卖得很火热。
这两个事情其实都是借助了热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和话题性，然后成功的去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的关注度。我觉得咱们其实做一个就是细分，对细分，就是文化 IP 带动情绪，对。王玉就完全好像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王玉有自己的想法，应该是他有别的想法。对，没事，玉哥，你如果有想说的，咱们就直接说。然后我怕等会儿咱们聊起来了，你就把你的点忘掉了。我是在想，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具体的抓手？就是如果说我大概能 get 到你说的那种感觉，你担心他只是因为情绪引起的一次个别的消费，然后他没有成体系，是这意思吗？我只是觉得有点散。你看刚才拉布布的话，它全篇都会有一个抓手，但是现在的话，就我觉得我们不管这个东西是一个商业体，还是一种消费形式，还是一种互动形式，我们得找到一个。这是文化，这是文化 IP 啊。就是文化它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东西，可能你问10个人，有9个人我没看过，怎么办？对，它荔枝这个到情绪经济可能没那么鲜明哈。对，不那么典型。对，绕了一步。不，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选题，然后老师让我们自己去切入角度，那么我们本身就是要切入我们觉得有趣能够去做的这个赛道进去，然后通过这个采访也好，或者什么样的方式也好，拿到我们最后觉得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没有必要一直自证逻辑。我同意说的。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从这棵树上摘只属于我们的苹果，其他的苹果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不需要向大家证明，不需要。你看没看过这个电影？我只需要用数据告诉你，今年荔枝暴涨50%。对，我们采访了50个人，可能有30个人没看过，没关系，这30人不重要。我们就采访那20个人，放出来的就是20个人的。而且数据在这儿，今年荔枝就是暴涨了50%。现在有点3对1的意思啊。但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它其实是从文化一个单个的视角出发的，就是片方它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消费荔枝而拍的这个电影，但是我是觉得它没有形成一个经济体，就是它不像，比如说刚才哄睡或者 AI，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经济模式，但荔枝它没有引出一个经济模式来。王玉还是会有自己的坚持，卖荔枝，而且不是一个情绪经济的模式。对，它是这样的，它不是经济模式，就是因为你单说，我懂你的点，你觉得单说卖一个荔枝一个水果里面的一个品类很难去说服对方，但其实这个意思是我们由荔枝引发的是一个消费热潮这件事情。对，只是我们的细分切入点是因为文化 IP 更细切进去。就是勾连一下，就是说有可能我买荔枝只是因为我听到了今天说长安的荔枝上映了，那消费的原因是有很多种的，它可能是因为剧里的情节，它也可能不是因为剧里的情节，它可能就是一个大家提的太多了，所以我买了。就是我们在论证这个经济数据和这个文化现象和消费现象之间有关系的勾连期间，你不知道它的消费动机是什么。消费动机。比如说拉布布，它消费动机就是我就买一个无用的，我来展示，我来跟风。我们可以发现很明确的消费动机，但是长安的荔枝和荔枝被售卖，它的消费动机，确实这个事儿。在这个里面，他要证明说，因为长安的荔枝这个文化 IP 的确跟今年荔枝增长了50%的销量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关联，对。所以它难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选题本身。是的。说文化 IP 和消费之间。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你现在其实那如果互相懂。互相懂，互相怼，差不多。对，就是所以我们要把 IP 跟情绪给隔开。我觉得这样子它成立下来，它更像是一种 IP 经济。我反而觉得你说的哄睡诗是非常具体的一个情绪。我是觉得我们要找到一个具体的情绪的锚点，其实它具体是什么？这个情绪是我高压，还是说我需要陪伴？就这些是情绪，对。我懂你说的什么意思，确实有漏洞。
我觉得荔枝就是它不是情绪经济，就它不是由于人们当下的情绪所引发的消费，它是由于社会热点或者说某一个事件所引发的消费。对。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已经变成了，我们是要更扣新闻，还是要更扣情绪价值？我觉得要更靠本身情绪经济本身，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要为了过于追新而就是放弃它本身的主题的利益。哦，陷入僵局了。时间不多了哟，还有3分钟。 3分钟未免。所以先给选题啊。OK， 那这一趴咱们先封存一下，然后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其他点子的话，就做长安的荔枝。现在咱们换个思路，我们就从情绪，有哪些行业就是由情绪催生的？直播呀，赌博，哎，主播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有的是提供这种以互动情绪价值，还有的是才艺展示。我觉得情绪价值就是那种不在衣食住行内的之外的，对之外的实体消费之外的东西，比较直观一点。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和布局。首先，我觉得我们2组都会有一定的完整性，所以我觉得最终的目标其实看2个点，第一个是完整度，第二个是精彩度。有，这是队长范儿。我觉得第一项其实我们很难拉开太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在第2项惊喜上去下一点功夫，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考核。然后第2个点呢，就是刚刚准备的时间，我其实已经列出了整个策划案的这个框架。因为我之前做过类似的策划案，所以我已经列出了8个大的题，8个大的要点。人家在投票啊，他已经把大纲列出来了。哇！大的要点，你可以坐过来，对，我们坐一起。所以我们在完成这件事情上，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有压力。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大致的想法，我们肯定是要修改的。最重要的2个部分我空出来了，第一个就是专题的名称，还有新闻的标题，就是我们主要的内容。第2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形式到底是什么，就是形式为大，内容为王。就这2个点，我们是共同商讨去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剩下的内容我们就像填格子一样，把这8个大点给它填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在想，我们的这个选题最终，它一定是要有关注度、有曝光量的话，它必须是一个热点。它的切口可以很小很小，但它一定是要一个很热，很热的事件，而且它辐射的人群和它的受众一定是广的。因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拉布布它会有做成一个专题的一个意义所在，其实是因为它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题它一定要引发强烈的共鸣。好清晰啊，专业。然后我是这样想的啊，我是从刚刚鲁豫老师说了2个案例，一个是海底捞做美甲，一个是密室骂老板的房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2个事情，为什么一听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点在于，我并不是说我直接奔着这个消费，一开始就奔着这个消费去的，而是说这个场景本来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场景，但是我们想去在里面挖掘出一些不同的价值。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打的反差点，所以我们找的这个例子一定也要让老师们或者让观众们一听会觉得，哎。共鸣，好像是对，所以呢，我想了这几个啊，有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叫《只有红楼梦》，大家知道吗？我知道，就是最近这个方面会比较火。我觉得原因是大家去那个地方不只是参观那里的历史和展品，而是说我想通过这种演绎的方式来去欣赏历史和展品。就这个打的这个点，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便利店售卖这个好运喷雾，因为它本来是便利店应该是我们买最实用、日常最着急的东西，但是现在便利店也开始卖这种情绪方面的价值。然后还有一个过家家式的一个消费空间，就是有这样一个空间，成年人花198块钱就可以在一个玩具厨房里去煮泡面、捏橡皮泥，体验自己小时候体验过的事情。成年人的儿童乐园，对，有点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前段时间一个新闻，就是 B 站的一个 UP 主，他售卖一袋垃圾。
它的标题就是一袋垃圾，他找了很多那种家里的玩偶啊东西的边角料，然后就去卖这一袋垃圾，买的人非常非常多。有人说他买的不是垃圾，是叛逆的快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案例。你看看，雨佳果然在另外一支队里独当一面。哎呀，他这几个点都还挺准的哈。好玩。你找案例非常多。对，然后我就速速的就是过了一下这些案例，我觉得这些案例比较出色的点，或者说我选择他们的点，是因为它不让人听起来一下那么简单，就是不是让我听完我就知道哦，这你大概怎么做我就知道了。对。我觉得如果要符合就是受众要多，还有共鸣要广的话，比较符合是那个便利店的好运喷雾。我觉得它的受众其实会更多人一些，对，更广泛一些。但是这个说实话，我有点小，就是太小了，就是有一点。其实我看到这个，我都没有在便利店见过，说实话。现在什么东西最热啊？除了拉布布，什么东西最热？脱口秀。小卡。小卡。就不管是那种什么 IP 游戏 IP 的，还是 idol 的，反正就是小卡这个东西挺火。小卡片。啊，对。你找一个一说不用解释，大家就能知道是什么东西。情绪价值、情绪经济。或者现在还有那种咖啡厅可以撸猫撸狗啥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普遍。我觉得宠物殡葬是可以说的，可是没有养宠物的人可能就共鸣不到。单身经济怎么样？单身经济其实就有点像不结婚不生孩子养宠物。然后除了拉布布很火的情绪经济就是谷子，但是谷子这个事情跟盲盒太像了。对，所以我觉得盲盒经济这块我们就先不碰了。因为已经有拉布布这个了。对，就是我想到的情绪经济的相关案例，就团播、艺人活动、视频会员，然后一些 IP 衍生的周边。团播倒是现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热点。团播现在真的好火呀！团播绝对情绪经济，这就是对，这超越刚才说的主播里面最近最火的热点，而且是今年火的。哎，热，对，今年才火起来，符合新闻的新的要素。就是你刷一个什么，就有个指令。对，然后你很少的钱，他就你刷玫瑰花，我就一个飞吻什么的这种，有互动啊。哦，刚才老子说团播，我是觉得不错这个选题，团播我是觉得可以。花小钱大参与感，就现在很多团播还有就是说，我想看这个主播给我跳这个舞，只要我刷一个啥，他就能给我跳那个指定的舞，就是菜单，菜单，你什么发牌舞啊，什么舞啊，我只要刷一个啥，没少看，可以。我是受众，对我也刷到过，对，发牌舞、扫腿舞，这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有的打的，有的打的，哇塞，朗子提出来的团播，我只是随便提一下。所以你平常看吗？我不看啊。你不看？但是我会去了解。我投一票。没事，雨佳，我想想啊，我现在正在想这个，可以再想一想。但还有一个问题，有的人看这个仅仅是为了看，而没有拉动经济，就他没有反哺经济。但是他在那个直播间里有那个人数，他就是经济，因为有数据。我在想，就是我们的人群分析其实并不只是消费了的人，对，他有很多他想消费没消费，或者他就是不消费。那正面反面我们其实都能有的说。对，这个点是可以打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就怕这个题不够有意思。团播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团播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为了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而出现，而不是说是某一个东西衍生品。就比如说，它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觉得把团播这个东西放大一点，就变成直播吧。直播之前的一个功能是带货，有一个比如说像那个椰子水，那什么我从小喝到大，从小喝到大。
小河到大。他其实那个直播间最底层就是为了去卖那个椰汁，但是后来他们可能也会为了说看了那个主播，我觉得好喜欢你，我想获得你的一句谢谢，然后我付钱。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才衍生出来了团播这么个东西。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就是团播里面的一个小点？我明白，要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案例，对，或者有一个更高的点，或者有一个更细的点，就把它落下来，就是得有一个东西。我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我们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做团播这个题，还是说雨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小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如果我觉得你们3个都觉得这个 OK， 那我们就做这个。但我有点担心你会觉得不会，对不对？不会。那我们就直接说思辨一点。好，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现在要找具体案例了，比如说盲盒经济里的拉布布，我们要找一个团播经济里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案例。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具体落地的新闻。推进的很快。对，我觉得可不可以？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就是团播里最近有很出圈的一个明星叫萝卜。我想到的也是这个。就是那个娄淄博萝卜，就是那个扫腿舞的那个男播，老沙道，哪一个？太洗脑了。那个的点就是他的服化道，包括他的运镜，对，主要是运镜，对，很吸引人，而且很多明星都在扫，对。一个，他就说杨迪，一个，哇。就是从团播变成了一个打卡景点，对，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所以我们就是以扫腿舞引入，对，因为这个近期刚好是很近期很火。一支扫腿舞。跟那个舞蹈。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哦，就是我们这个新闻是不是应该以扫腿舞引入，然后之后指出团播这个事情，就不要一上来就说团播。对，是的。那我觉得我们起标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根据那个新闻去起？一支扫腿舞如何跳动，如何扫出？那其实就一条腿如何踹开这个什么市场大门？踹开。因为它不是扫腿舞吗？不是一条腿吗？那也不是踹吗？如何扫出吧？我觉得比较行。扫或者滑出，如何舞出？他们这次效率真高。对，而且氛围很好，一致，价值观念非常一致，不断的往前推进。对，现在已经在讲细节了。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嘛，因为并不是说他扫了腿之后他才有的这个事情。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我觉得还是不错，而是它可以是吧？可以，就这样吧。这个反正后面还能改，先这样，主体，我们先给它按删减，给它交上去。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定专题的名称，名字叫什么？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对，就这个味儿是对的。对，这个东西很贴切，它很意象。对，非常非常贴切，而且这个“江湖”这2个字就把所有的社会情况，然后文化情况、消费情况全部都囊括了。对的，这个味儿挺正啊，挺正，可以。旁征真的功不可没呀。你看他这个架子一搭，所有人就有了方向，每一步要探讨什么，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就8个条款往下推进。然后我们接下来写的是节目内容与形式探讨问题节目意义。我刚查了一下，就比如说你刷礼物让他跳舞这件事情，在个人主播上之前也已经很多了，舞蹈主播你给他刷他就可以跳，这个很热。但我们做的是团播嘛，所以就是个人和一群人的区别。那我们要聚焦在那个选择，团播这个东西是选秀的一个衍生品。对，要聚焦在选秀。对，就是和我这个人的支配权，对于这一群人的选择和支配权，这个才是我情绪的出点。这个点很重要，对吧？这个是准的，掌控感。就是为了他，就是因为他沉浸式的参与了，然后他对于这个养成系，他觉得我是自己人了。对。那之后你火了之后，我会将这个情感链接持续的转化为我要持续的给你刷礼物，持续的捧你。是。那就把你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是根据这个改，沉浸参与式造星所带来的权力感让度为持续消费力。Oh my god！
你还能记得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吗？沉浸式造型带来的权利体验让渡为持续的消费力，非常在点上。方向是对的，往下走了一步了，从消费到权利。你看看咱们这个，有人想提案，对，有人很靠谱，有人一句话形成论文，京剧点评见真章，太强了。对，我们都是为了拿个分儿。对呀，我刚才还和他说，我说这一次必须要拿下。对，因为这不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们4个人必须要拿下，我们一定可以拿下的。当然可以。哎呀，鼓舞士气了，现在掌握之中啊。那我们分板块认领吧。我写3，你写3。对，报道的核心主题与子议题。我写那个背景和意义。啊，可以，你写第2大点以及选题背景和意义。那我就4吧。啊，好，你是报道内容和形式设计。行，好，那我就来写这个采访。加油，各位。OK， 开干。来了！哇塞，你们这个进度非常之快啊，家人们！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有你在很安心，真的。没有，我生怕真的很安心，我很怕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感受。不会，你已经是一个很合格的队长了。哎，我觉得他们7点之前能有一个很成熟的内容出来。对，点也好，切口也好，分工到位。哎，雨佳，要不我们现在就分头收集资料，然后把它放在同一个文档里。可以，我给你分享一个加密文档，这样就算不小心发出去，别人也看不了。加密文档这怎么弄的？因为我经常手滑发错人，好尴尬。我之前也是，就比如说我们要转发一个保密文件给别人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华为笔记本电脑的加密分享功能，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华为账号告诉我，看你能收到吗？收到了。哎，那我发给王玉试试看，我看看他能不能打开，检验一下。月玲，这个文件我打不开啊。看，真的打不开。果然打不开，好好呀，学到一招。真的。还没有选题吗？我觉得就是钻在那个死胡同里面，有点没钻出来。然后又没有人在推进来做决策。诗文。哎呀，卡住了呀！没事，不担心，不着急。别卡住啊，先风暴啊，先发散后收敛啊。时间飞逝。你看，大家现在都在那种情绪里边，没在推进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哄睡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对。哄睡师好小众，其实。就是哄睡师的话，我有一个担忧，就是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哄睡师几乎只能做就是批评性或者建设性报道，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2个就是准入或持证上岗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被解决问题、解决困惑的不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我没有想到是宠物经济。有的，这个也是的。现在很多人因为他们要宠物的陪伴，他对于宠物的依恋也是一种情绪经济。那宠物这边，我觉得也是一个。宠物经济感觉要绕的逻辑链条有点多。它的典型性就是它是人类数百年情绪经济的一个产物，它在这2年的新文性那个新字又不够，像团播就是新。他哪怕想个短剧，我觉得也那个一点啊，短剧的情绪经济也新一点。就我觉得咱们如果找一些主流媒体报过的选题会更稳妥。就是刚才我这个改娃师和做捏捏，就它都是新闻直播间里面报过，所以我就觉得拿了就能用。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找功能性不那么强的东西，就比如荔枝毕竟还能吃，但是捏捏就是它功能性。就是能 get 到那个意思吗？但我觉得这个科普性上会不会有一点点没有其他的那么比较小众一点？是不是没有办法？可能像也不一定要做拉布布，但没有办法像拉布布那么的。就是我们得解释。我刚刚就是说解释成本需要一点，占你的节目的量比较大。它不是一个社会性现象，它是一种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对，确实比较个体。他们这个队啊，现在就很需要情绪价值。对。
这个组里有主意的人太多了，有主意的人特别多，又想那个保持体面的时候，就会是这个样子。我怕这事搞砸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得出点子了。大家都放轻松一点。不过没事儿，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实在不行，长安的荔枝已经讨论得很好了。文化破圈保底是吧？这文化 IP 破圈保底。文化 IP 保底。谁说 IP 不是情绪经济了？对，我那就是啊，谁说不是？你凭什么说不是？这样，现在就是说，我觉得这几个哪个都行，只要不是励志就行。我觉得励志太冒险了，我就觉得时间不够了。现在我们该定了，对。现在荔枝它是一种消费热潮，但是后续的经济实体是可以利用这种模式去进行不断的打通的。他情绪的点在哪儿呢？他们总是在绕那个。对。哎，这个有哎，从泡泡玛特到长安的荔枝，情绪价值的满足有的，我觉得这个算啊。如果它是一个新闻报道的话，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找一个新闻现象的话，它可能就不太符合新闻现象。我觉得是，确实。哎，然后你那个销量我也找到了，今夏荔枝采购量与销售量都实现同比增长，某平台上广东荔枝成交额同比去年增长超560%。对呀。大型品牌商超线下销售额环比激增128%。你看，爆炸式增长。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我好新哦。他说唐玄宗明知道且劳民伤财，却依然不惜代价去运用荔枝。驱动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满足杨贵妃的情绪价值。而且回到我们刚刚讨论那个点，情绪就是一时的，就是满足当下的。而且当我吃荔枝的时候，杨贵妃没吃上，我吃上了，我就倍儿高兴，这就是满足了我的情绪价值。新闻的几要素是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这件长安的荔枝这件事情，几要素全部符合。好，做它。他们其实在说服王玉。对。组长，你觉得呢？你也想想。那诗文，他要再果决一点。